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你们好吗？今天要拍一集关于我的50件事情，就是50 facts about me。这是之前有答应观众要拍的，然后我在 Instagram 上面问大家，看大家有什么好奇我的事情。我收到非常多的留言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那我就挑了50个出来。今天我会把这些问题呢，大概分成几个部分。我们先从就是个人的简介，还有成长背景开始。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哪里人？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，我是在台北出生长大的，然后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台湾人，所以我就是一个台湾小孩。第二个问题是我的身份拿什么护照的？我在台湾出生嘛，然后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台湾人，所以我有台湾的护照。那后来呢，我有移民加拿大，所以我也有加拿大的护照，所以是双国籍，就是我是这2个地方的公民。再来是我的年龄，有点小害羞，我今年是28岁，不知道是比有人想象的年轻还是年长，但是对我就是28岁。再来是我的身高，这是一个我从来都没有公开分享过的事情，连我的朋友也都不知道我真实的身高是怎么样的。但是为了拍这集影片，我昨天就重新量了一次，我实际的身高就是150公分。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影片，你应该知道，就是我是看起来就是蛮娇小的，可是你应该不知道说哦，原来这么的娇小。我之前都会跟朋友谎称153，应该蛮正常的吧？大家感觉都有虚报个2、3公分。好啦，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好了。大家应该不会因为我的身高就退追踪吧？再来是我的星座，我是一个射手座的女生。然后我的家庭成员，我家就我爸妈嘛，然后我有一个大我2岁的哥哥。再来是我父母的工作，我父母现在就是他们就是开心的退休人士，但是退休之前呢，他们是从事电子业。之后是我的 MBTI， 昨天又重新测了一次，因为我听说最近刚新出了2023的新的题库，所以如果你是2023之前做的，你也可以再去做一次看看，因为他们出了新的题库。我做的结果呢，其实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。我是 ESTPT 企业家人格，非常的外向，具有实验跟冒险精神，比较不会先考虑太多 plan 太多，遇到什么事情就先冲，就想说先试试看就好了，这属于马上可以开始行动的类型。这个类型的人比较不容易被未知的事物打倒，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思考应对的方法，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很理性、很实际，也可以很快适应不同环境的人。整体起来呢，我自己觉得蛮像我的啦。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，我没有很喜欢就做很多的 planning， 然后一直去想。我从想要拍 YouTube 到创频道，包括想频道的名称什么之类的，到开始剪第一支影片，大概就1个小时，就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。下一个问题是我的工作和生活上个性有没有差别？我觉得这个人真的超会问问题的，因为认识我的朋友都会说我工作跟生活的个性差的蛮多的。我工作上呢，之前有朋友会形容说是有点女强人类型的性格，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夸张，但是呢，我确实在工作上就是非常果断，直接做事快很准，而且该严肃的时候会很严肃。我觉得我的年龄有很直接的 reflect 在我的工作上的个性，但生活上呢，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减10岁。我一下班就在生活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的时候，我就是非常的搞笑，很开朗，疯疯癫癫，不在乎形象，然后可以玩得很开心的那种人。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在保养皮肤吗？感觉皮肤很好，这有点小害羞，因为我必须要诚实跟大家说，如果你看我本人的话，你并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皮肤很好的女生。我本身有毛孔粗大的问题，我觉得你感觉我的皮肤很好，可能是因为在荧幕上呈现的样子。拍影片的时候我是有化妆的，而且拍影片会找灯光好的地方，而且我不是用很高级的相机，所以看起来就是皮肤很好。不过我确实皮肤比小时候好很多。我小时候是超级无敌严重痘痘的肌，严重到要吃 A 酸，而且会被同学嘲笑的那种。那从痘痘肌到不是痘痘肌，只剩下毛孔的问题，我的保养心得就是做好清洁，然后精简护肤。我的护肤品、保养品其实都蛮简单的，然后也都很便宜。我只有就是精华用的是兰蔻小黑瓶，这个比较贵一点。我其他护肤品都是那种皮肤科医生会
会推荐成分很单纯，几乎都是30块以下的那一种。下一个问题是，你吃了那么多美食，有在健身保持身材吗？其实我在去美国之前，我是有固定去 gym 的，但是去美国之后，我都很惭愧，我就没有再健身了。不过说实话，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去健身房的人，不是很会用那些器具啊，我也不是很喜欢在跑步机上面跑步。我喜欢跳舞，然后我喜欢 yoga， 所以我回去美国之后呢，可能会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 dance studio 或者是 yoga studio 去做瑜伽，然后跳舞。下一题是我最喜欢吃什么？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吃东西，我不是一个很挑食的人，什么东西我都很喜欢吃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选一个最喜欢吃的话，我就是喜欢吃火锅，各式各样的火锅我都超喜欢。我是那种夏天可以吃火锅，一个礼拜7天可以7天吃火锅的女生。所以我上次回台湾的时候就吃饱。我自己平常在家里也是做很多火锅，比如说泡菜啊、酸菜白肉锅。如果你有知道哪里有好吃的火锅，你一定要推荐给我，因为我真的会安排马上去吃的那一种。下面呢是我的成长背景，这个也蛮多人问的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是几岁出国念书的？我是14岁出国念书的，国中2年级的时候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我是自己出国念书吗？没错，我就是一个人到加拿大念书。第三题，当初为什么要出国念书？我出国念书的契机其实蛮好笑的。其实我们家从来都没有那种以后要把小孩送出国的这个安排计划，完全没有。是有一年大我2岁的那个哥哥，他去了一个暑期的游学，我不知道是去纽西兰还是什么之类，反正他就去游学。游学回来之后呢，他就觉得说他未来想要去出国念书，他喜欢国外的这些环境，他觉得很棒。他回来之后就跟我爸妈讲这件事情，我爸妈才开始帮他去做思考、去安排。他就在他国2的时候，等于是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，去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念书。然后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崇拜我哥，很爱黏着我哥，哥哥的跟屁虫，我哥做什么我就想跟着做什么的那种妹妹。所以呢，他去了之后，我就说我也要跟我哥一样，我也要去加拿大念书，所以我就去加拿大念书了。虽然我是哥哥的跟屁虫，我也是蛮有自己想法的人。我当时就不是很想要去太冷的地方，我那时候就说我要去加拿大，可是我要去温暖一点的地方，那就是温哥华了。所以虽然我们兄妹俩都出国，可是一个在东边，一个在西边，我们俩就是在加拿大的东西岸各自奋斗，然后我们的爸妈都在台湾，我们就是自己在两边孤军奋战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当初到了加拿大念书的契机。下一个问题应该是我的教育历程，教育历程应该是说从小到大念什么书这样吗？应该是吧。反正我就是在台湾念我的幼稚园，然后念我的小学，还有念我的国中。我国中2年级结束之后呢，我就一个人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旁边的温哥华岛念 Grade 9到 Grade 12，也就是国3到高3这样。之后我考上了温哥华的大学，叫做英属哥伦比亚大学，然后就去温哥华念大学4年。下一个是我的大学是什么专业？刚刚有提到我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嘛，我就是在那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商学院 Sauder School of Business 念他们的金融专业，所以我是金融专业毕业的。下一题是怎么形容刚毕业的自己？我觉得刚毕业的自己，我会说我是蓄势待发、精力充沛的人。我就是觉得天哪，念了那么多书，准备了这么多东西 ，like I'm ready， 我已经准备好出社会，然后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舞台，工作、努力，然后赚钱，对未来非常的有期待，很兴奋，很有盼望的人。就到现在，我觉得我也是一样的。刚毕业的我跟现在的我，都是还有保有这份热情。好，下一题是喜欢国外的教育吗？这题问得很好。虽然我当初是跟着哥哥才到国外念书的，可是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国外的教育。我觉得国外教育很适合我，因为我就是射手座嘛，我非常的自由，然后无拘无束。我不喜欢别人限定我太多东西，不喜欢别人管我。到国外之后，他们的教育是我很喜欢的，因为他们非常的支持你去开发自己的强项，去找寻自己喜欢什么，自己的专长是什么，
他们甚至不会说啊，你就应该要学术很好，或者是成绩很好，他们比较 focus 在培养你自己这个人的特质，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教育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适合的，很庆幸当初我有做这个决定。下一题是怎么学英文的，这题超多人问，我之后会再拉一节出来分享更细节。不过呢，我当初其实并没有在台湾学太多的英文，我就是正常跟大家一样，在学校有英文课就学英文，而且我们一开始没有安排要出国念书嘛，所以也没有从小去什么就是补习班之类的。我只有确定要出国之后的前2个月，赶快去补习班恶补一下，加强一下自己的英文。出国之前呢，我必须说，我英文真的烂到一个不行，就是口说也不行，手写也不行，什么都不行。刚出国之后去那个学校，也都是念 ESL， 就是有点类似英语加强班的那个概念嘛。对，就是英文非常的不行。真正帮助我觉得真的让我的英文就是快速进步，就是真的我在下课的时候看很多的美剧，还有美国的电影，就是国外的电影，而且不加 subtitles。这个答案可能我觉得跟很多人都一样，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帮助你学习英文非常非常好的办法，因为它可以练习你的语感，然后呢，你有一些单字你会比较好理解，而且我很推荐大家看，比如说那种真人秀那一类的，它就真的可以让你了解到，外国人他们日常生活是怎么讲话的，所以推荐大家这个方法。以上就是成长背景的部分，下面就会分享我的工作还有感情状态。工作方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现在呢是矽谷一个科技公司里面的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Manager。如果你直翻的话，就是销售策略和运营经理。可是我觉得台湾没有一个相类似的 title， 所以拍影片或者是做内容的时候，我通常就简称就是商业分析经理这样子。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我工作相关的内容，你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。我之后呢也会拍更多跟工作有关的内容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会喜欢上商业分析？其实我一直对就是商业 business 这个非常有兴趣，尤其是 sales 跟marketing 相关的。要不然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也不会去念商学院。但是我是差不多毕业之后吧，开始慢慢接触到分析，因为工作的时候有用到一些分析的一些 tools， 然后会需要做一些分析类的 projects， 开始就对分析有更多的兴趣。因为我发现把business 跟分析做结合，可以让你在工作的时候更好的 make decisions， 想出来的 strategy 也会更有 impact。这件事情让我很有成就感，而且再加上我觉得我的个性其实是蛮适合做这个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慢慢的喜欢上商业分析。再来是为什么会选择科技业？如果你有看我之前就是转行的影片的话，你应该知道我之前是在金融业的，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念金融相关的嘛。我后来想到科技业，就是因为我的哥哥是在科技业工作，他是苹果的软体工程师。那我透过他就是可以了解到他的 work environment， 或者是他的平均薪资等等之类的，这是我蛮向往的，所以我后来才毅然决然的从金融业跳到科技业。下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工作有身份吗？我在美国工作目前是拿的是工签，然后拿的工签是L1B， 有点类似像内部 transfer 的这么一个工签。但是其实我目前是有在申请绿卡的，但是还没有申请完，目前此时此刻拿的还是工签。下一个是从加拿大到美国的申请过程，我当时是先在我这个公司的加拿大分公司工作1年之后呢，我就 qualify 可以申请这个叫 L1B 的 visa， 我就跟我的 manager 说我想去美国工作，我的 manager 就 approved 了这件事情，所以之后就跟 HR 还有律师那边合作，他们就帮我办了这个工签。我大概2个月之后就去美国了。下一个问题是我会想去其他地方工作吗？其实我还蛮有兴趣到就是不同城市工作的，我并不会把自己设限在一个地方，我是属于那种哪里有好的机会我就会往哪里去的类型。那现在对我来讲，就西雅图是一个蛮不错的机会，但未来有没有可能去其他地方，甚至是欧洲或者是亚洲，也不一定，看哪里有好的机会。下一个问题就是下班我如何有精力去进修？我不知道我这个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意见，因为我自己来
来讲的话，我是不会让自己在上班的时候消耗太多多余的精力，所以我下班的时候不会觉得很 exhausted。我上班的时候该做什么事情，我都是有先 plan 好的，我也不会让自己过多的加班，不会让自己感到很疲惫，合理分配上班时间，所以我下班的时候是还很有体力，还很有精神的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下班去学的东西，我也不是就是随便挑一个就觉得这个还不错，我去学一下好了。我在学东西之前，我都是有想法的，比如说我学的这个东西目的是什么，为的是什么，我学完之后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果。所以我在学习的时候，我知道结果大概会是怎么样的。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就会很期待，很有盼望，会很有兴趣，保持动力。所以这就是我让自己可以下班保持精力的一个方式。下一个问题是我有没有用管理时间的 App？ 其实我没有用太多那种时间管理的 App， 可是我做很多的 planning， 就是会写一些 to do， 或者是比如说我想完成一个大的 project， 那我每一个礼拜可能要先做一点什么，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季度之后，我真的可以达到那个目标。那这个 planning 的话，我基本上都是用 Notion 这个东西，就是很多人在 YouTube 有分享过，我是真的觉得还不错。那如果你有兴趣使用的话呀，我就把 link 放在底下，你可以自己去探索看看。以上就是工作相关的问题。其实工作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我没有回答的，可是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很棒。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单拍一集出来的话，可以帮助到很多人，所以我之后会再拍工作相关的 Q&A， 然后有一些甚至是就是单拍一集，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还有小技巧给大家。所以工作方面就是 more to come。好，接下来是感情方面，有点小害羞，好像没有太分享过感情方面的事情。第一个，结婚了吗？我目前是未婚状态，还没有结婚。第二个是我现在单身吗？我现在不是单身，我有男朋友，所以我的影片都是男友帮忙拍摄的。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找到爱情？我找到爱情的方式，我觉得可能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，但是我怎么遇到我现在这个男朋友的？我们是透过 dating app。毕业之后都想要交男朋友，可是没有找到适合的。然后有一天，我的朋友就推荐我用一个 dating app 叫做 Hinge。我一开始有点抗拒，那时候我也已经开始拍 YouTube 了。我那时候想说算了，试试看好了。朋友都这样推荐的，然后就算没有遇到合适的，我觉得可以拍成一集，把这种经验记录下来。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国外要遇到对的人蛮难的，尤其是大学毕业之后，所以我就试用了那个 app。结果用了那个 app 之后，没多久我就遇到现在的男友。再来是如何平衡工作和爱情，这个我其实好像没有太思考过。我下班时间其实会花很多心思去安排两个人之间的小活动，我们一起去吃新的餐厅，一起做新的 activity， 挑战新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是在感情里面蛮重要的。再来是什么时候生小孩？现在就是还没结婚嘛，所以肯定是要结婚之后才会考虑生小孩这件事情。不过小孩这件事情，我一直是保持顺其自然的一个心态，就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。我会让我自己的身体去做这个决定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身体都适合生小孩，对，所以我就是会顺其自然，让我的身体做决定。最后一个问题是，如果生小孩会让他接受哪国的教育？我觉得这可能要看，就是我生小孩，然后决定要定下来的时候是在哪一个城市。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在北美，但是我不确定是在北美哪个城市，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，我是那种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的类型，所以就是到时候再看看。接下来是跟 YouTube 有相关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当初为什么会决定拍 YouTube？ 其实我决定拍 YouTube 的这个契机蛮好笑的，基本上就是2年前呢，那时候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加拿大全部 lockdown， 就是不能出去玩，然后也不能去找朋友。我那时候在家里就觉得非常的闷。那我是那种闲不下来的人，对，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，怎么办？太无聊了，那不然我来做点什么好了。我本来就很喜欢跟朋友分享，就是有关我生活跟工作方面的事情，而且我本身就非常的喜欢去交朋友，我就觉得说，那不如我跟更多人分享，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出去认识别人，别人可以来认识我，毕竟网络无国界嘛。我那时候就这么单纯的一个想法。当天晚上，我记得我马上就是传到姐妹的一个群组，就问他们说，你觉得我要拍 YouTube 好吗？他们就说好啊。我说频道要叫什么？然后其中一个姐妹就说，那你就叫 Hello Juju 好了。然后就这么定了，然后我就开始拍影片了。所以当初的契机完全就是因为拍 YouTube 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认识新朋友。下一个是否考虑拍 Shorts？
其实我有尝试过拍 shorts， 可是我自己做下来的结果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长类型的影片，因为我觉得在长类型的影片我可以输出更多的东西。我是一个非常爱聊天、非常爱分享，然后希望可以跟观众拉近距离的那种。我觉得用短的影片比较难做到这件事情。可是我也蛮好奇大家现在都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影片的，所以如果你有好的 idea， 或者你有想看到我拍什么，就超欢迎你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。第三个是如何克服订阅人数上升缓慢。我会建议你换一个方向，你可以更 focus on 你要做的事情。就比如说，我今年一定要拍到100个影片，或者是我今年一定要跟谁谁谁合作，或者是我今年一定要拍到3支我真的很想要拍的影片。focus on 你可控的事情，会比 focus 在 result 会更好，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太多不可控的因素，包括演算法等等的。如果你太focus 在那个方面的话，你可能会影响心情，反而没有办法让你拍到你原本想拍的影片。下一个问题是，你认识 Terry 吗？你们会一起合作吗？我们好像认识的时候，我们俩都还没有到西雅图。我之前1年前大概就有说，我们可以一起拍个影片什么之类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成真，因为我觉得有好的题材再拍会比较好。但是对我们是朋友，偶尔会去打羽毛球，然后吃饭之类的。最后一个问题是，会有粉丝见面会吗？我觉得还需要一点时间，不然一个粉丝见面会没有人的话，我会很难过，就觉得有点小尴尬。有一天如果可以到10万订阅的话，我会想要挑战直播这件事情，但是可能要之后，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。接下来是海外生活，你是喜欢西雅图还是温哥华？超多人问我这个问题，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会在这2个城市做抉择。个人来讲的话，此时此刻我更喜欢西雅图一点，因为我主要还是很 focus 在我的工作。我觉得美国 in general 就是适合工作，加拿大适合生活的一个地方，就对我自己来讲啦，因为我现在还是事业上升期，努力打拼的时候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可能觉得西雅图更适合我。但2个城市我都非常的喜欢。下一个问题是西雅图最喜欢的餐厅。必须说实话，如果你是从温哥华搬到西雅图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西雅图好吃的东西没有那么多，因为温哥华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再加上我现在去西雅图还没有那么久，虽然有出去吃饭，可是我还没有找到我自己真的觉得超级好吃的餐厅。所以如果你在西雅图，然后你有超好吃的餐厅，拜托你要推荐给我，我一定会去。如果我找到真的很喜欢去的餐厅，我会发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，你们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我就上面发很多吃的。下一个是怎么在西雅图遇到我？如果你可以推荐给我一些好的餐厅，我们就可以在那些餐厅巧遇。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的女生，所以如果有好的餐厅，我就一定会去吃的那一种。下一题是在美国容易交到朋友吗？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看人以我的个性来讲的话，我觉得算是很容易。我刚去的2-3个月就交到蛮多朋友的，主要是因为我蛮主动的，所以我可能会主动找别人 coffee chat， 或者是比如说有同事刚好在西雅图的，就约他们一起出来。美国其实蛮好交朋友的，那主要是看你愿不愿意出去。如果你有兴趣打羽毛球，或者是你喜欢爬山，其实是蛮好交到朋友的。如果你多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交朋友方式。再来是如何融入美国生活，可能因为我之前在就是加拿大住了14年，所以我并不觉得有很大的区别。但是你要说如何融入海外生活的话，我自己是多尝试就是跟当地有关的活动跟饮食。我个人是蛮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，各式各样的菜式我都喜欢去尝试。然后户外活动，因为如果你住在西岸的话，西岸就是以户外活动为出名的，爬山、滑雪。如果你要融入当地生活的话，你要更去勇于尝试当地热门的一些活动。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跟规划有关。第一个问题是平时是如何理财的？我觉得我理财的那个 philosophy 就是开源节流。开源的话就包括希望有多方面的收入，比如说我的正职 YouTube 有一点，还有收租金，同时还有投资。那节流方面真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固定的记录你的支出。其实这个讲起来很简单，但我觉得你要持续性的有去记录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很挑战自己的毅力。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去持续的记录自己开销，你真的很能够发现哪个部分真的多花很多钱是没有必要的，那就可以更帮助你节流。同时我平时也会研究一些省钱的小 pebble， 比如说像是怎么节税 credit card 怎么去使用可以拿到很好的 deal， 平时也会去看买东西怎么买可以更便宜。我就是一个非常精打细算的人，去超市如果买个东西便宜3块5块我也会开心很久的，所以我买任何东西我都会先看看要怎么样可以找到 deal。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消费者。下一个是理财
财工具，我前面有讲到，我也会做投资。投资的工具我基本上就是3个东西，第一个就是房地产，所以我就是买了新家嘛。第二个是股票，还有第3个是定存。股票方面基本上就是用 IB Interactive Broker，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把 link 放在底下，你可以去看。我记得它也有中文版的，可以给大家参考。股票方面的话，基本上就分2边，一部分就是会投 ETF， 就我觉得比较相对稳定的；另外一边就是我个人比较看好的一些股票，比如说 Apple、Tesla， 还有一部分就是定存，还有一些 Emergency Fund 等等的。第3个是我的人生目标，我人生目标我觉得很简单也很难，很小也很大，就是过好生活。自己个人对过好生活的定义就是，我觉得每个人在一生中有很多个角色，你可能是妹妹，你是女儿，你未来可能是一个老婆，你可能是朋友，你在公司是一个经理。我就希望在每个角色，我都可以把这个角色扮演好。同时，在你有这些角色之前，你首先是你自己。那我自己快乐吗？我对自己满意吗？我有自信吗？我过得开心吗？我对我的人生后悔吗？我希望在这一切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，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。我一直也都在为这个事情做努力，所以我不会是一个我想要赚大钱，可是家里一塌糊涂，或者是开开心心谈恋爱，可是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人。如果你看我的影片，可能会有点发现到说，我会希望就是我工作方面有好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，生活方面也有好东西跟大家分享，非常 balance 的一个频道。再来是5年内的规划，说实话，我比较少做5年规划，我通常都是做1到2年，因为我觉得5年真的有太多不可控的事情了。但是如果是1到3年，就3年内的计划的话，工作方面，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在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 这个领域去努力，因为这是我蛮大的兴趣的。但是我可能会更 focus on 分析跟 AI 方面的东西。下一个问题是，现在会选择稳定的还是冲劲？40岁10年后呢？我觉得不管是几岁，我不太是会选择稳定的一个人，因为我真的是闲不下来的类型，一直想挑战新的东西，想试新的事情。我很喜欢体验，但我也不确定未来事情很难说啦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会考虑回台湾生活工作吗？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看我的父母。我虽然很努力工作，然后也很有追求，哪里有好的机会就去哪里，可是我还是非常以父母为重的。所以如果我的爸妈决定就是他们就是要在台湾，他们以后就很少来加拿大，也不会去美国了，那我有可能就会做这个考量。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移民是全家移民来加拿大，所以其实我爸妈一半的时间在台湾，一半时间在加拿大，所以目前近几年我觉得还是会在北美走动。好，50个问题终于结束了。我原本想说这集拍起来应该会蛮轻松的吧，结果50个问题其实真的不少。如果你有其他想问的，是我这个影片没有 cover 到的，之前也没有在 Instagram 问过我，那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或者是之后再加我的 Instagram 问我也可以。那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